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在上一集节目里呢，就是这一集，我们列举了12项证据呢，说明中共对这次疫情肆虐全球必须担负起最主要的责任。那有很多观众留言希望我们加上英文字幕，那我们已经在制作了。不过呢，这部视频又再次被 YouTube 点了黄牌，也就是再次被限制播放广告，那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这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尽快推出会员制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成为我们的正义股东，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说真话、讲真相。那至于会员制的细节呢，我们会再另外发出视频来跟大家说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3个重点话题，包括了1. 中国集群20万尸袋，疫情实况不单纯。2. 中共宣传战引发全球反感，有何后果？ 3. 台湾抗疫外交启动，勿忘香港。不过呢，我们先提醒大家一件事，美国一个极具权威的专家小组向白宫汇报表示中共病毒呢，并不是只有在病患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才会通过飞沫来传播病毒，就连病患在讲话的时候，甚至在呼吸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传播。在4月1号晚上，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芬伯格呢，他给白宫方面写信，他说，目前的病毒研究数量虽然不多，但是现有的研究结果都显示，患者的呼吸呢，可以把病毒给气雾化。那用白话来说病患喷出的飞沫微粒呢，会混合在空气当中，形成所谓的气溶胶，悬浮在空气当中，那漂浮的时间呢，比飞沫要来得长。那其他人呢，只要路过这个地方，并且吸进去了之后，就可能会感染病毒。所以现在白宫当局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求民众出门的时候全面戴上口罩，避免病毒传播。那这一点呢，还请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话题。重点1，中国集群20万个尸袋，疫情实况不单纯。我们已经多次举证说明过，中共造假数据掩盖疫情。所以这次武汉肺炎呢，究竟在中国境内造成多少人确诊，多少人病逝，一直是个谜。特别是现在，美国的总人口还不到中国的1/4，但是确诊人数却已经是中国的将近3倍。那意大利人口呢，只有中国的4%左右，但是确诊人数居然比中国多出3万多人。而西班牙人口更只有中国的3%多一点，那确诊呢，一样比中国多出了将近3万人。那这些数据相当的离奇，而且不对称，那也让更多人质疑了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真实的疫情情况是怎样的。最近有一位台湾的殡葬业者呢透露说，中国方面通过台商的关系找上他，希望他帮忙找尸袋，而且需求的数量相当惊人。对就是从上个月底开始，就有陆陆续续有很多人透过各种管道来接触，跟我联系说能不能去跟我订尸袋。那一开始来讲的话是几百个，可是到对近期来讲的话，就是开始有出现那种，比如说能不能够给我10万个、15万个，然后甚至那个最高还有人跟我讲20万个。我说你要那么多干嘛？就是这个数量不是一般那种工厂能够生得出来给你，要凑他们现在生产线全部动工也不一定可以马上生，因为这个几乎等同于是上次发生类似这种状况，大概是像那种南海大海啸，才有可能会用到这么大量而且那么急的这个时代。那后来有一个就是比较他算是第一手的人跟我联系，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有点语带隐晦，他说可能那边需要用，我说那边是。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我不好在电话里面说，那你就反正你能够生就帮我生。我请大家注意中共官方数据宣称全国确诊8万2千多人，治愈了7万6千多人，那累计死亡呢是3318人。那这些数据远远低于欧美国家水平，已经让世界各国起疑了。而且最近中共一直对外宣传说疫情受到控制了，湖北已经解除封城，那武汉呢也要在4月8号解封。但是如果疫情真的这么乐观，那为什么还要急着订购20万个尸袋呢？而且还是非常低调的通过台商来找尸袋呢？是不是代表着中国的疫情伤亡真相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呢？那其实我们在2月11号的节目里就曾经独家披露过，有2位台湾业者透露，他们的中国合作的厂商现在不生产衣服了或布料，而是赶着生产尸袋。那有一家厂商还坦言说，他们要赶工100万个尸袋。那到现在呢，时间过去将近2个月了，中国方面还急着找20万个尸袋，而且呢，理由还是不方便明说。那似乎呢，不是用来处理正常死亡的居民。那么我们不禁要再次追问了，中共到底掩盖了多少人民的伤亡呢？
而且接近武汉的殡仪馆开放病患家属领取骨灰，那现场的骨灰盒数量远远多过官方宣称的死亡人数，也因此引发国际媒体的追踪调查，质疑当局隐匿真实的死亡人数。那更值得注意的是，连美国白宫也都开始公开讨论中共疫情造假的问题。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指出中共确实造假数据，低报了真实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而美国总统川普也在记者会上罕见地提到了，他说他们也就是中方的数据似乎有点乐观了。那其实说穿了，美方已经知道中共疫情造假，那现在开始在对外一点一点地释出消息，一方面是要警告中共，别以为我不知道真相，那同时也警告中共在宣传战和外交战上要再收敛一些，别再到处去甩锅病毒。那另一方面美方很可能正在筹备一场对中共全面追究疫情责任的反击行动。所以预计美方将会持续对外释出更多的消息和证据，指控中共掩盖疫情，从而造成全球受害，用来为世界各国联合向中共追责铺垫基础。重点2，中共宣传战引发全球反感，有何后果？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里不断的揭露分析中共甩锅病毒的宣传战，以及所谓的口罩外交、抗疫外交等等外交战。那中共动用了举国之力，发动这场前所未见的大规模宣传战，在方方面面混淆视听，也就是混淆视听，试图甩脱纵火者的角色，想要假扮救世主的角色。但是牛皮吹大了总会破。现在欧美国家已经开始追踪调查中共的掩盖疫情，也对中共越来越反感。那接下来中共会遭遇什么后果呢？我认为至少会有3件事会发生。第一，全世界看清中共虚假本质，走出迷惑。在欧美地区疫情爆发之前，世界许多国家受到中共的谎言宣传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助阵影响确实误以为中共抗疫成功了世界需要中共帮助抗疫等等然而中共不断的造假信息甩锅病毒给外国，也引发国际社会不满。美国参议员科顿就批评中共的谎言导致武汉肺炎在全世界蔓延，那中共在掩盖世界上最大的谎言。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7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也一致反对中共借由疫情散播假消息。那蓬佩奥还点名批评散播假消息的中共和伊朗等国家。Trying to tell a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are different, but each of them has the same component, which is to avoid responsibility and try and place confusion in the world, confusion about where the virus began, but also confusion about how countries are responding to it and which countries are actually providing assistance throughout the world. 那意大利媒体也批评中共在捐助物资上散播假新闻，明明是意大利花钱买的物资，中共居然宣传是中方驰援意大利。意大利前通信部部长加斯帕里更痛批中共伪善，是地球的毒瘤。他提醒欧洲要觉悟过来，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那感染确诊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被中共的谎言假消息大为震怒。他不但要重新审视中英关系，还可能要拒绝让华为参与英国的5G 网络建设。此外包括西班牙、荷兰、捷克等等欧洲国家向中国采样大量的口罩和检测试剂，也因为品质低劣或者是准确率太差，相继遭到各国退货抵制。那也进一步引发各国的不满，看清中共抗疫外交的伪劣。所以说中共这一连串的伪劣言行谎言宣传，不但激怒了世界各国，弄巧成拙了，还毁了自己的大外宣战略，而且还让世界各国深刻的体验、深刻的看清了中共的假大空、假恶斗本质。那简单一句话，中共的拙劣言行正在促使世界各国觉醒。第二，国际社会调查中共与世卫，追究责任。中共与世卫的一搭一唱让世界各国误判了中国疫情的严重性，也耽误各国的防疫工作，造成现在的全球大流行，所以伤亡惨重，经济衰退。那因此多位美国政要也纷纷发起了行动，要联合国际来调查中共和世卫。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跨党派提案，谴责中共对这次肺炎疫情的处置不当，以及打压说出真话的第一线医护人员。美国参议院霍利则提案，呼吁展开联合国际调查，追究中共造成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责任，以及对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并且将要求中共赔偿这一切损失。那中共被究责世卫也没落下。
参议员斯考特呢就呼吁调查世卫涉嫌协助中共掩盖疫情。那有律师也从法律面的角度来指出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为了配合中共而消极不作为，导致全球疫情蔓延，可能会触犯反人类罪。而曾经在2016年参选美国总统的参议员卢比奥也公开质疑，世界卫生组织真的把世界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吗？因此呢，接下来中共和世卫呢很可能会成为国际声讨追究的过街老鼠。第三，中共害中国遭世界孤立，全球兴起反共潮。中共在这次疫情的拙劣恶行不但惊入了全世界，同时也开始敲醒全世界。那接下来呢，势必会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相继跟中共切割，保持距离，让中国呢遭到孤立，甚至还可能继贸易战之后再兴起新一轮的全球反共潮。那中共和其他反共国家联盟呢，将越来越脱钩，越来越疏远。然而最无辜的是中国人民。他们受到中共挑衅各国的连累呢，未来可能也因此遭受影响。重点3，台湾抗疫外交启动，勿忘香港。在这次疫情里，台湾的抗疫表现相当的优异，不但推出各项独创的防疫构思，引发各国相继效仿。那到4月2号为止呢，台湾累计的确诊人数只有339人，并且呢只有5人病逝，因此呢受到世界各国的赞赏。We're going to follow pretty closely the Taiwanese model. They worked up a framework for mass gatherings that's been quite successful, and that's what we'll be looking as a basis for our criteria. אנחנו, אגב, האמצעי הזה נוסע בטיוואן, כנראה בהצלחה יתרה. ישראל היא אחת המדינות. Wie das sehr unaufgeregt geht, hat ein Land gerade in der Corona-Krise besonders bewiesen. Taiwan. Und einen kühlen Kopf auf die Gefahr des Coronavirus antworten kann. T-A-I-W-A-N. This is a question about Taiwan. The inclusion of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about the virus. Again, Taiwan. Yes or no? まあ早い話がワールドヘルスオーガナイゼーションじゃねえ、チャイニーズヘルスオーガナイゼーションじゃねえかって CHE 的に直せって。さっとやって台湾が多分今回のコロナに対して最もうまく対応している国は台湾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また台湾を国になっていたとか言ってね、共産党の人になんか言われると話は込み入るんですが、台湾という地域ね、地域。那台湾近日还宣布将捐赠1000万个口罩支援疫情严重的国家。疫情是全球性的，每一个国家的疫情状况都会相互影响。我们光是把国内防疫做好，并没有办法阻挡疫情蔓延。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必须集结力量，共同克服挑战。前一个阶段我们组好了国家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打国际杯，跟其他的国家一同做区域联防，全面抗疫。那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呢，还在推特上也发表声明说，感谢台湾捐赠560万个口罩。那美国国务院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相继对台湾表示感谢，并且强调台湾是美国与自由世界的重要民主伙伴。而太平洋小国帕劳，也就是帛琉呢，日前向国际社会公开求助，那也只有台湾伸出了援手，提供物资与技术，协助帕劳对抗疫情。那帕劳驻联合国代表还特地在推特上发文感谢台湾，说台湾是真正的朋友。好，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这次的抗疫大作战里呢，已经逐渐走出闭关防守的格局，并且开始对外进行抗疫外交。那这项转变呢，代表着台湾虽然遭到中共和世卫的打压与忽视，但是依然靠着自己的力量，妥善对抗疫情，稳住了台湾社会内部。此外呢，台湾也在巩固了境内疫情的同时，开始对外帮助其他国家，运用它亮眼的抗疫实力，拓展外交空间，争取更多国家的认同。更重要一点是台湾是正常的自由民主体制和传统社会。那台湾现在的抗疫外交呢，是建立在人性、人道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呢，受到欧美国家的感谢和其他国家的公开赞赏和效仿。而中共的抗疫外交呢，是建立在党性、欺骗和统战的基础之上。所以呢，尽管一开始宣传的沸沸扬扬，结果呢弄巧成拙、灰头土脸，现在落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因此呢，台湾和中共的抗疫外交再次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同样是华人社会，
但是却因为自由传统体制和共产集权体制的差异，形成了2套截然不同的思维和价值观，也造就了2种迥然不同的抗议外交。那台湾的抗议外交呢，等于是一步步的掀开中共伪善统战的画皮，一步步的让世界各国通过这面照妖镜看清中共幽灵的丑陋。不过呢，在这里我们想提醒台湾政府，在推行抗议外交、争取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呢，有几个重点也不能轻忽哦。第一，确保国内疫情的稳定和民众需求，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安定社会内部呢，才能赢得民心的支持，也才能让那些亲共政客们黔驴技穷、丑态百出。那这一点呢，中共正好是完全逆行倒施过了。第二，确保军方防疫能量，并且做好备战状态和军事演练，别因为疫情而松懈。那此刻北京当局在国内陷入了经济困境，并且呢，即将遭遇疫情的反扑。而中南海内部的派系斗争依然是持续的加温，所以呢，不能排除中共可能挑起军事冲突，从而转移内部的矛盾和压力。那再加上美军航母罗斯福号受到疫情的波及呢，目前停泊在关岛，可能将暂停任务1个月。因此呢，台湾必须在军事自卫上更加的自立自强，才能吓阻应对中共的军事挑衅。第三，勿忘香港。去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让许多台湾民众亲眼见证了中共政权的残暴和虚伪，从而呢，在这次大选中纷纷抛弃亲共政党，也让蔡英文拿下800多万的选票而连任。然而，香港民众依然活在中共和港府的高压之下，特别是在港府的不作为和谄媚北京的政策底下呢，不但不对中港边境封关，还造成香港口罩、酒精、医疗防护设备高度的缺乏，相当需要外界的援助。那如果台湾政府行有余力，请别忘记香港。当然，在北京的压力底下呢，港台双边呢几乎不可能在官方渠道上合作。那或许台湾官方或者其他单位可以考虑通过民间渠道或者各种方式，对香港市民提供口罩等等物资的捐助。那不但可以帮助香港市民对抗疫情，也会让更多的香港人，不论是黄丝或者蓝丝，更加相信呢自由、民主和人权是值得坚持奋斗的目标。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重复一下，中共这场宣传战和外交战激怒了全世界，可能带来哪些后果？第一，全世界看清中共虚假本质，走出迷惑。第二，国际社会调查中共与世卫，追究责任。第三，中共害中国遭世界孤立，全球兴起反共潮。好，今天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我们下次再会。